大家好，我是戴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谁能想到我一个钢铁直男，这2天看一个双男主剧，硬是给我看上头了。没错，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部热血青春新剧《荣耀乒乓》。这部剧由白敬亭、许魏洲主演，妥妥的双男主大戏。本来一听双男主，我都差点被劝退，但没想到看进去才发现，这部剧一不卖腐，二不狗血，一心热血燃到底，简直就是双男主剧里的清流，直接给我这个直男看爽了。听名字就知道，这部剧是围绕着乒乓展开了一部运动题材剧。乒乓球是我国的国球，也是名副其实的全民运动项目。作为中国人，你不会2拍的乒乓球，估计都没法出门搞团建。去年偏偏就组织我司同事搞了一次乒乓球比赛，冠亚季军发奖金的那种。结果这个当老板的连半决赛都没进去。乒乓球这项运动上手简单，想要突破却只能说是天外有天。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，打了半辈子，可能小区赛都没出现。本剧主角小白本白就是一个真的向着顶峰冲刺的乒乓球运动员。小白从小身体不好，受爷爷的影响，开始练习乒乓球锻炼。本来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没想到越打越强，一路就打上了省队。看起来是打出了点名堂，但你别忘了，小白可是生在了地狱级难度赛区。你知道如果想拿下冠军的几率是什么吗？是1500万分之一呀！打进省队，顶多算是碰到了顶级赛事的边边。你永远不知道优秀的赛区匹配机制，下一秒会给你送来什么样的魔鬼。这不说来就来，在教练的赏识下，小白获得了参加大区集训的机会。这个大区集训其实就是省队与国家队2队的一场升降级排位赛。省队这边打进前3的选手升级到国家队2队，2队队员排位末尾的则要被淘汰出队。总的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，相当残酷。也就是在这场残酷的集训里，小白遇到了自己的一生之敌于克南，我们叫他南哥吧。小白和南哥虽然都是乒乓球选手，性格却完全不同。小白有点内向，脾气温吞，体力也不是队里最强的。俺们很腼腆，俺们不要脸，我们爱现眼，俺们不检点。别看在省队里有点成绩，拉到国家级集训营，小白的水平根本摆不上台面，分组被分到了最弱的组，还要没事被人冷嘲热讽。当然，小白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，他是一个脑力型选手，打球时会在每一局比赛结束后复盘比赛过程，把对手的失误和弱点都记在小本本上，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数据库。啤酒，哎，这算不算考试带小抄？靠着这一技能，小白虽然刚开始排名较低，但后期积分数据不断攀升，到了决赛时已经进入了前几名。好家伙，简直是人工智能！你跟他打的次数越多，缺点也就暴露的越多，他赢顶的几率就越大。别看小白技术不强，全靠脑子补齐了。相比于小白，南哥则属于绝对实力型选手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不服就球台上碰一下，是集训营里名声在外的强者。不过强如南哥也会有弱点，南哥脾气太暴，特别容易被对手搞心态。1年前他本来就已经是国家队2队的队员，却遭到队友陷害，被开除了国家队，如今只能从大区集训从头再来。好在南哥在集训营里最直接的对手还不是小白，国家队2队里还有一个一直盯着南哥的老贾。当初就是这个老贾陷害了南哥。老贾知道自己在球台上打不过南哥，就把他请出来喝酒，狂灌南哥白酒，自己却偷偷喝白开水。第2天南哥比赛迟到，老贾当场反咬一口，说南哥自己不遵守球队纪律，不要怪到别人头上。南哥气得直接动手，当着教练和裁判把老贾一顿暴打，气是出了，但南哥严重违纪，人也被抬走了。如今南哥蛰伏1年，再度回归，遇到老冤家当然是拔刀相见。老贾在国家队2队也是吊车尾，被南哥上来就打了个5比1。一看比分上开始劣势，老贾又开始耍起了小聪明，叫暂停、擦桌子、言语挑衅，总之就是不讲武德，搞你心态。你有完没完？擦汗不行吗？老贾和南哥的比赛不只关乎南哥自己，更与小白有关。就积分上来看，老贾如果赢了南哥，那么他的分数很可能就会超越当时勉强领先的小白，让小白彻底丧失进入国家队的希望。关键时刻，南哥想起了小白的笔记本。第2回合你声东击东，第3回合他就彻底凉了。有了小白的数据支持，加上南哥的技术优势，比赛的节奏重新被掌控。凭借着这个11比2，南哥把自己再次送回了国家队2队。小白被南哥抬了一手之后，也没有浪费机会，拼尽全力击败了自己最后一个对手，积分正好卡在晋级线，2人双双进入了国家队2队。可真正到了国家队，才知道之前的剧情不过都是新手村。他们在国家队将要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训练模式，更加频繁的淘汰机制，以及那份顶着国旗国徽的压力。小白和南哥2个人是彼此职业生涯最深的对手，也是前进道路上给对方支持最多的兄弟。2人一个脾气暴躁，猛杀猛打，一个技术细腻，性格温和，形成了一种亦敌亦友的互补关系。2个人的交往过程也是纯纯的直男味，平常相处骂骂咧咧，没一句好话。我说这条路对吗？这里我比你熟。我不是说你熟吗？这什么路啊？你别抱怨了，那你来骑。可到了关键时刻，又是第一时间顶上，谁都不含糊。
从灌篮高手到足球小子，我们男孩从小看着这样的动画长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发现这种热血的青春剧依然最能够调动起男生的冲动。打赢一场场战役，结交一起战斗的兄弟，永远是最好看的部分。热血属于球场，也属于那些肆意挥洒的时光。谈恋爱能有打球好玩吗？关于剧里的比赛镜头和涉及乒乓球技战术的部分，偏偏一个满斗村金葫芦杯少儿业余组团的选手实在是不敢评判。只能说我作为一个乒乓球外行小白，看的还是很有代入感的。既然是影视剧，就或多或少的需要制造一些画面上的视觉冲击，剧情上也需要有主角自己的成长线，这些难免会与现实中的竞技有所出入。一直以来，这都是运动题材影视作品难以避免的问题。关键是要看拍摄的过程中怎么平衡，既不能拍成1:1复刻的纪录片，也不能拍成先牛顿关的本的运动神剧，在其中找好一个中间值确实不容易。两位主演在选角上与人物设定的贴合度还是很高的。据说为了出演这部剧，主演们都有在专业的技术指导下刻苦练习过乒乓球，用心程度还是有的。画面呈现出来的效果，我觉得也还可以。毕竟演员只是演员，不可能要求人家列出专业水平在拍戏。别的不说，这肌肉这口杀，反正我上是不行。另外，在这部剧里看到的也不只是主角2个人的热血，更有一代乒乓人拼搏的写照。很多配角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比如南哥的爸爸是一个少儿乒乓球教练，平时训练中对孩子们没有一丝好脸色，球馆里到处都是反复练基本功、不停挥拍的小孩，那场面有没有让你想到小时候去少年宫学球的自己，不被打哭骂哭几回，你想学会乒乓球门儿都没有。还有国家队里有一支陪练小队，他们之中个个都是高手，但因为技战术面相对单一，只能算是一个绝活哥，打不了职业比赛，上不了赛场，就只能过来给国家队队员当陪练。在国家队，他们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训练时间，捡着空档就偷偷打球，只为了能最后有机会突破自我，留在国家队。我们平常看比赛看到的是战无不胜的聚光灯和领奖台，而他们的背后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角色，才让中国乒乓堆积起了荣光。这些角色随着剧情的推进不断出现，也将2位主角的故事一点点的推向最终奥运会的高潮。后面几集人物关系逐渐丰满，燃点越来越多，2位男主都开始面对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挫折，通过各自的努力不断突破自我，最终顶峰相见，跳出双男主闭麦斧的套路，将故事回归到了青春热血本身，燃就完事儿。总体来说，这是一部看之前可能期待值很低，但真正打开后发现有点上头的剧。不看还好，一看就手痒。你们先点个赞，我去问同事们要不要再搞一次乒乓球团建。拜了个拜。